小盆景玩起来比较轻松，培育的周期相对要短，养护的空间也不需要很大。对小盆景的造型培育，尤其是像对节贝拉这种生长快的树种，只要掌握好它的空养节奏，成型是比较快的。对小盆景空养的第一步是放养主干，控制枝条的挣脱，加快干的成型。一是对根的培育，在养护空间不大，可以在盆里再加上一个盆，培育出这种托生根。托生根与生盆种养长根有所不同，托生根在生长过程中与空气接触面大，生长更快，根生长旺盛，主干挣脱才会加快。二是在主干的每节过渡培养过程中，不达到抽度，对主干少做或不做修剪。三是充分利用牺牲枝，这个枝就是当牺牲枝用的。牺牲枝可以获取更多的养分，挣脱快，可以拉动整个主干的挣脱。现在主干已基本成型，把这个枝做顶，从这里把它剪掉。空养的第二步，定好出枝位，控制整个枝条的生长平衡。控制的手段主要是剪，即是剪短上部生长过长或生长旺盛的枝条，将更多的养分输送给下端的枝条。在空养过程中，不要等枝条与主干粗度比例正好时再把它剪掉。主枝在侧枝生长拉动下，一般还会继续伸出，因此要留有生长余地。像对节贝拉、蜂类这些生长较快的树种，枝条与主干的比例达到理想粗度2/3时，就要把它剪到位。空养的第三步，控制侧枝的生长。一是侧枝生长过于旺盛，或者是直立生长的枝，很容易形成牺牲枝的效应，会拉动整个主枝的挣脱，使主枝挣脱过快，产生变形。对这些枝条要及时把它剪掉。二是像对节贝拉这种结生芽树种，要控短它的枝节。像这种过长的枝节，在造型的过程中很难加以利用。空养的第四步，对枝干及时减肥，保持枝干的过渡流畅。像这种枝节部位养分集中，最容易产生盆大变形，要及时进行修整，剪去盆大部分，修平整，把它密封好，重新形成愈合。这是枝干开口拉弯的部位，也是因愈合组织堆积容易产生变形的地方，也要对它进行修整。加快小盆景的成型，除了修剪控养，采用吊拉和盘扎改变枝条的成型方向和弯曲变化，也是有效的成型手段。先把它拉弯，等车子生长出来，把前端剪掉，这样就避免了枝条挣脱过快，也使整个枝条有了起伏变化。同样一个道理，盘扎的目的也是改变枝干的弯曲变化。盘扎在整个盆景造型中，除了改变枝条的生长方向，最大的作用是限制枝干的生长，跟限制枝条的挣脱。因此，在采用盘扎时，要区分不同的树种、不同的造型要求，最好不要动手就扎。盘扎一般是前期枝蓄养到位，对后端枝及侧枝进行定型，改变枝干的生长方向，最好是吊拉，这是加快树桩最好的成型技法。空养的第五步，用小盆种养。小盆景像这样基本能够形成，找一个与之匹配的盆种，把根系生长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放缓它的生长速度。随着侧枝的生长，枝盘逐渐丰满，而整个盆景的骨架不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小盆景上好盆，最好是在盆面上铺上青苔，主要是保湿，减少盆土中的水分蒸发。对小盆景进行控养，不会减慢它的成型速度，
相反，通过对不同时期枝干的控氧调整，使树桩在有序的节奏中逐渐成型，减少返工，这样就会有效的缩短小盆景的成型时间。这一盆今年是第5年，修剪的次数多，枝叶越修越小。像这种已经基本成型的盆景，控氧的目标是保型。除了及时修剪，还有一项重要的操作，也就是控氧的第6步，对肥水的控制。将肥水控制在既保障盆景的健康生长，又不产生生长过快。肥水控制因树种和实际生长状况不同，很难有一个基本的度。控制主要有2点：一是控制施肥的次数，尤其是要减少盆景在生长旺季的施肥次数。肥效仅能维持它的生存，而不能加快它的生长速度。2是控水，控水是控氧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，不仅可以控制它的生长速度，防止盆景变形，而且使叶变小，增加它的观赏效果。像结绳压树种，通过控水还会使枝节变短，这样就大大增强了盆景的表现力。控水不是少浇水，而是形成一个浇水的规律，不干不浇，浇着浇透就是最好的控水方法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评论区再见。